滑拍的奧秘是學會使用按壓的力。為什麼你的滑拍總是很高？為什麼你的滑拍容易出界？不發力會導致球速很慢，但切機時稍微發力又總是出界。超詳細羽毛球滑拍教學來啦！第一個視頻讓你掌握滑拍吊球的奧秘所在，甚至可以學會辣子雞同款章魚滑哦。Let's go！學習滑拍前，我們需要先擁有吊球的基本手感。大家和我一樣，直接伸直手臂去找球，讓球正好下落在拍面前方。手臂伸直，保持放鬆，不要繃緊，一定要等球落到拍面再做動作。肘部下拉，帶動拍面去摸球，讓球呈抛物線，正好飞過球网。整個過程拍頭都在手臂後面，注意保持手腕放鬆，去感受摸球感。不可直直的击打下来，找到摸球的觸感，就不可以提前發力引拍。找到後就可以進行下一步了。進行這個練習是為了讓大家體會倒拍子引拍是無法吊球的。在進行吊球訓練時，我們利用轉體的力把球拍升上去即可。一旦出現這種提前倒拍子去切球，是無法在吊球時找到控制感的。現在雖然可以把球吊得很近，但球速會非常慢，而直接擊打落點又會很遠，就不是吊球了。怎麼樣給球一個向下的加速呢？第二步練習也是從高舉球拍開始，這次我們要讓球落在拍面左側，等球落到時，食指向左，大拇指向右配合發力，讓拍頭直接向左下揮動切擊球頭。然而只有手指手腕參與切擊切的比例太多，容易下網。我們要稍微融合一些第一步練習時小臂的摸球感，將二者結合起來，找到合適的比例。需要注意肘部的位置，盡量保持固定。肘部一旦參與，就會變成掄大臂。這一步還是主要去體會不提前引拍狀態下，等球落到拍面左側，手指發力帶動拍頭，向左下揮動過程中切擊球頭。學會這一步，再加上架拍與轉體，就是滑拍吊直線的方法了。但滑拍斜線並不是面對着斜線去做吊直線的動作。首先這樣做球速會很慢，因為直線我們可以切到球頭，而斜線這樣打會切到球毛。其次，面朝斜線毫無一致性可言。如何讓滑拍斜線的動作與打直線高球一樣？首先，我們要理解切和滑的區別。滑拍斜線也是滑拍吊球最具威脅的地方。握拍還是正常的9字握法，切出來的斜線是通過小臂的提前內旋，更像是打呲了的狀態。在實戰中，一旦轉體角度過大，就容易失誤。想打準，只能減小轉體幅度，但一致性就差了。正確滑板要求揮拍軌跡向左，但球往右飛的效果。這需要我們在保證肘關節不動下，將小臂向外延伸，然後再前揮小臂至擊球點。此時小臂正常做90度內旋，轉正拍面。由於揮拍的方向是向左，此時拍面向身體左側傾斜。此時先不擊球，而是繼續內旋小臂，讓拍頭繞過擊球點，從球的左側向右擊打球頭。這一步大家需要去適應，繞過第一擊球點後，從左側向右擊打球頭，並找到這個向下按壓的力。此時拍頭已無法繼續向右揮下，肩膀會被卡住。我們換個視角看一下，注意此時身體也是朝左的，擊球前身體朝左更能增強一致性。那麼我們要在轉體時多向左轉動，讓球拍到擊球點右側再上揮，注意保持肘部穩定，找到以肘為支點的感覺。接下來先去做由左向右的擊打球頭，點問的感覺。擊球後肘帶動球拍向身體左側移動，最後完成擊球後身體向左下轉體，從而給球又施加了向下切擊的加速度。這個轉體的感覺有點抽象，大家可以拿起球拍試一下。在擊球後身體大膽向左轉體，是會再產生一個切問的力的。再加上轉體時更多朝向左側，天然會讓對方覺得你要打直線。
但當球拍揮正時，先步擊球，繞到球頭左側，向右擊打球頭。擊打同時，身體仍處在轉體狀態，會給球一個向下切刃的觸感。滑不是沒有切擊的過程，而是先由手指手腕完成擊打，再由轉體來完成後續切擊。切球是只有切擊的力，滑拍是先擊打，再由轉體帶動完成切刃。所以滑拍一定不要刻意退太多。把擊球點放在身體右側，不然很難通過轉體將球拍揮到擊球點右側。頂肘位置在擊球點右側，才更容易完成繞過球正面擊打球側面的效果。大家可以先從只有手臂的擊打開始，先找準打球的角度，然後加入側身。最後加入轉體，轉體方向你就想着你要往界外打。好了，下期見。